上期说到，049冒险发动超能力，终于锁定唐三藏真身。可就在749局准备收网时，基金会2大王牌特工突然杀到，警卫排全军覆没。这一次，预知未来的代价可能是所有人的命。接下来请继续聆听。看到这一幕，我立刻明白了，他这么做是为了准备窃取王军的记忆。王军身为调查处的处长，记忆中一定有749局的许多机密，如果被他得逞了，后果一定不堪设想。想到这儿，我大叫着从自行车堆里爬了起来，抓住一辆自行车便朝他们身上砸了过去。自行车虽然在半空被齐格飞轻易地接住，但却给我争取了开枪的时间。砰！趁着乱，我探手举枪，朝着科布岛姆便扣下了扳机。但是因为过于慌乱，我的子弹并没有命中科布岛姆的脑袋，而是意外偏离了方向，穿透了他的肩膀。至于接下来的第2枪、第3枪却没有奏效，因为在枪声响起之后，齐格飞已经反应了过来，用自己的身躯替科布岛姆挡住了子弹。中了枪伤的科布岛姆发出惨叫声，他指着我用英语对齐格飞大声叫了几声，紧接着我便被齐格飞捏住了脖子，被他举起来双脚离地。科布岛姆愤怒的咒骂声在我耳边响起：这是你自找的，我们原本没打算杀任何人。一股强烈的窒息感顿时席卷而来，这个叫做齐格飞的外国人力气还真大。我被他捏得呼吸不畅，很快便觉得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直响。混乱之中，我的手碰到了脚上的军用匕首，下意识的便抽了出来，朝齐格飞的心脏刺去。但是匕首刺在他的胸口上，却好像是刺入了铁板，连他的皮肤都刺不穿。该死，这家伙真的是刀枪不入吗？窒息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突然就觉得眼前一阵迷蒙，好像掉到一团黑色雾气里一样。等我回过神来，自己已经身处在一片冰天雪地里面。与此同时，我的背后传来了一种我从未听见过的比狮吼还要响亮1000万倍的生物的巨吼声。我刚抬起头，便看见一个身上插了翅膀一样的巨大生物正发出巨大的悲鸣声，从天空坠落。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是穿越了？我还没来得及多想，便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头顶的那个怪物坠落的地点好像就在我身处的地方。意识到这一点，我吓得立刻拔腿就想逃走。然而我才刚迈出了一步，怪物已经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让我意外的是，我被庞然大物砸死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因为就在我接触到怪物的同时，就从他的身体里穿了过去。走出怪物的尸体，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伤痕累累、衣服上满是烧焦的痕迹、已经接近半裸的男子。虽然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被烧焦，脸上也满是黑灰，但我还是认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不就是刚才还要杀死我的齐格飞吗？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似乎是在眼看要被齐格飞掐死的时候，又用出了自己的能力，进入了幻境之中。因为我之前紧紧抓着齐格飞的手，所以我看到的这个幻境便与他有关。在我的面前，齐格飞的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筋疲力尽的表情。我看到他走到那个怪物的尸体前，自言自语地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英语后，便拿着一把匕首爬上了怪物的尸体，随后在怪物前胸位置上开了一个大洞。我正好奇他到底要干什么，忽然一道血柱从怪物身体里喷射出来，径直射到了齐格飞的身上。这些血液带着极强的硫磺气味，同时还有一股动物的腥臭味道，看起来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然而被血液淋到的齐格飞却好像是被香槟淋到了一样，发出了兴奋的吼声。不但如此，他还开始脱下自己身上仅剩不多的衣服，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身子洗起了一场血浴。神奇的是，
随着龙血浸湿了齐格斐的身体，他身上的伤口竟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康复了。看到这一幕，我立刻想起了方才在楼道里听王军说起过的这个代号齐格斐的潘多拉特工的秘密。他和我们不一样，并不是天生的能力者，而是好像神话里的人物一样，因为沐浴了龙血才得到了不死身的能力。在听王军讲述齐格斐的身份的时候，我还曾经天真的以为王军在说一个现代神话故事。别说不死身了，这世界上又没有龙这种动物，现实中哪里可能会有沐浴龙血就获得不死身这样可笑的事情发生呢？可没想到王军所说的竟然是真的。这个世界不但有龙，而且这龙血还真的能让一个人获得不死身。至少在我现在看来，这个齐格斐他一定相信这种事情，要不然他绝对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用龙血来洗澡。不过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发现在齐格斐的左后腰上，一块衣服的碎片贴在了他的身上。齐格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龙血沐浴过他的全身时，那块碎片正好挡住了龙血，成为了他全身上下唯一没被龙血浸湿的地方。没被接触过龙血的地方，会不会就不具有刀枪不入的能力呢？我还来不及多想，眼前的景象便开始模糊起来。经过之前2次能力的施展，我立刻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从幻境中脱离了。果然，几秒之后，我眼前的情景就再次变换了起来。当我回过神来时，自己已经重新回到了现实，强烈的窒息感再次笼罩了我的全身。在我面前，那个齐格斐正瞪大着眼睛，凶神恶煞地看着我，手上的劲越来越大，几乎都快要把我脖子捏断了。而在另一边，科布刀姆的双眼也直勾勾地看着我，嘴里不断骂着一些英文，虽然我听不懂，但能想象得出一定是些污言秽语。在他的脚下，王军直直地躺在地上，生死不知，根本不可能再帮到我什么忙。眼见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我把心一横，决定就这么搏上一把，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刚才看到的幻境上。决心一下，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对着身后已经东倒西歪的自行车堆用力踩了一脚，借着反冲的力量朝着齐格斐扑了过去。我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他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被我推得连连后退了几步，手上的力气也一下弱上了几分。趁着这空当，我反握住手上的匕首，将手从他胸前绕过，反刺向了齐格斐的左后胸位置。这一次我清楚地听到了匕首入肉的声响。说起来也怪，因为角度的问题，我刚才那一次其实并没有将匕首刺进齐格斐后背多少，可是被刺中的齐格斐却发出了一阵如同杀猪一样的惨叫声，大叫着后退了好几步，却不想一下子撞到了墙壁上，让挂在后胸的匕首更加深入了几分。后来我再回想，便觉得他反应会如此巨大，大概是因为已经许久没有感觉到疼痛的滋味了。毕竟在沐浴过龙血之后，这家伙的身体就好像是钢板一样，匕首刺不进，子弹也打不穿。眼下忽然又一次体会到了疼痛的味道，那还能有他好受的？这时候一旁的科布刀姆也是大惊失色，大概是没有想过自己的同伴竟然会被我的一把小小的匕首刺伤，张大着嘴在那里不知所措。看到齐格斐铁青着脸跪在地上，嘴里不断地说着些什么，才战战兢兢地走到了他的背后，似乎是想帮忙把匕首拔出来。见状，我立刻便跑到了王军身边，试探了一下，发现他还有气儿，好像只是昏了过去。于是我便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想把王军扶起来拉走。但就在这时候，一道沉闷的声音忽然响起，我的脚下随即跳出了一团火花。别动，再动我就杀了你！我回过头，看见科布刀姆正举着一把手枪，
枪口对准了我，如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般。我顿时有些懊悔自己刚才的举动，那么好的机会，自己怎么却忘了应该先把它解决了呢？可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啊！我一时的判断失误，却把自己和王军陷入了绝境。眼下我手上已经没有了武器，身边又是一个已经变成了废人的王军，而对方却还有一把枪，在这么近的距离下，用来解决我已经够了。就在我已经陷入绝望的瞬间，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一个倩影冲了进来，拿枪对准了眼前的可布岛姆。在那人身后还跟着一大群人，率先冲进来的倩影正是林千怡，而在他身后的则是749局的人。谢天谢地，他们竟然赶来了！你们竟然还有援军！可布岛姆恶狠狠地用近乎诅咒的口吻对我们说道：潘多拉特工可布岛姆，放下武器投降吧，这一次是我们赢了，你们已经没有机会把唐三藏带走了。二课的人向两边让开了一条路，他们的老大方健走到了我们面前，对两位基金会的人说道。左右看了看之后，可布岛姆终于绝望地放下了武器，他举起双手对我们说：好吧，你们赢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我是灯塔国的人，我在这里的事情已经通知了我们的大使，你们要是不想引发外交纠纷，就别想着杀人灭口的事情。还有我的同伴需要立刻接受治疗。方健看了一眼跪倒在地上脸色苍白的齐格斐，点了点头，随即让人把他们两个铐了起来。当我身边的王军也同样被人送走治疗后，我这一晚上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有了松懈的机会，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揉着自己的脖子，发现上面有几个老大的手指头印，几乎都掐得变形了。明明之前都还没有感觉的，现在却浑身上下疼得要命。这时林千怡走了过来，对我关心地说：四九，你没事吧？我抬起头对他惨笑了一声，还没有来得及说上一句，便是眼前一黑，彻底昏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天了，是周围乱糟糟的说话声把我惊醒的。我醒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周围则是一些医生护士，还有包括林千怡在内的调查处的一些人。林千怡第一个注意到我醒了，他兴奋地和周围的人说了一声，便走到我的床头。我问他这里是哪里，他告诉我这里是京城的部队医院。昨天晚上我和王军都受了不小的伤势，因此才连夜被送到了这里。听到伤势，我立刻想到了王军，从床上坐起来，正想问他们王军怎么样了，就看见在我身旁不远处的另一张床上，王军正躺在床上接受医生检查。刚才的吵闹声就是他那边传来的。此刻的王军虽然半边身体都打着绷带，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还有力气对我傻笑。这时候另外一个医生走到我床边，问了下我现在的感觉，又替我做了几个检查后，便对林千怡他们说：好了，他们都已经没事了，除了这位王同志因为枪伤还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外，这位林同志今天就可以出院了。说完这些，医生便开始把调查处的人往病房外赶，到最后只有林千怡说要留下照顾我，才被医生准许留了下来。睡了一个晚上，我的精神好了许多，就是肚子有些饿。林千怡听了立刻说要给我去弄点吃的来。在他走出病房后，王军忽然对我说：四九，听说你小子把齐格斐弄伤了，你行啊？那家伙可是刀枪不入的，你怎么伤到他的？运气，都是运气啊。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随后便把自己在幻境中看到的说了出来。当听到原本以为刀枪不入的齐格斐原来身上竟然还有一个弱点之后，王军忍不住笑了起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可不能算什么运气啊，要不是四九你啊，我们谁都不可能想到这个齐格斐的能力原来还有这么一个缺陷。这下好了，只要知道了他的能力，以后再和基金会的人交手，就不用担心这个让人头痛的家伙了。以后再交手，我有些吃惊地说：王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那两个基金会的特工已经被放走了？
还没有，不过最多再过几天，国家就会把他们驱逐出境。就驱逐出境吗？这怎么能行啊？我有些激动地说，那2个人杀了我们1个警卫排，还有不知道多少警察同志，难道我们就这样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四九，你激动个什么劲呢？上级领导的决定是你好插嘴的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委屈地说，这是王处长，就这么把他们放了，也太便宜他们了吧？我们这么做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警卫排战士们？等等，你给我打住！王军抓了抓缠着绷带的脑袋，疑惑地说，什么死不死的？谁和你说了他们死了啊？难道没有吗？我看你睡多了，还没清醒吧？来，你先抽一根烟醒醒脑，然后我告诉你，昨天晚上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说着，王军便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盒香烟与打火机，替我点上之后才递给了我。我抽上几口之后，心神才算稍微的安定下来。直到这时候，王军才把昨天晚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给了我听。当然，这些事情他也是听别人告诉他的。昨天晚上的事件结束之后，我和王军2个人都双双倒下，其中王军的伤势更加严重。但让人惊奇的是，最先醒来的人却是他。也正是这样，在我还处于昏睡状态的时候，王军就已经从前来探望的部下口中知道了后来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我派在小区出入口守着的警察，还有守在张伟家楼下的那些警卫排战士们，他们其实都没有死。根据科布刀姆的交代，他们2个只是把那些人打昏了过去。等他说完之后，我立刻问道，没有死，那他们人呢？不说那些警察呀，在张伟家楼下，我们可是亲眼看到整个警卫排的人都失踪了呀。王军深吸了一口烟，随后表情有些无奈地说，其实他们就在小区里，只不过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啊。林千怡他们让人带走了科布刀姆他们之后，便在小区外马路上的警车里，还有张伟家附近的绿化带里，发现了已经昏厥的他们。根据科布刀姆的交代，他们2个也是怕有人看到地上昏倒的这些人后去报警，便把他们藏了起来。我们下楼的时候，他们其实刚刚才从绿化带里钻出来。看不出来啊，这2个家伙倒不是什么心狠手辣的家伙。我刚缓了口气儿，就听王军反驳道，狗屁，这就是这2个家伙精密的地方啊！他们其实早就算准了，可能会被我们抓住了。根据王军的猜测，科布刀姆他们这次前来，很可能原本就没有抱着能把张伟带走的打算，而是一开始就准备在窃取张伟的记忆之后，经过外交渠道正大光明的离开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布刀姆还是齐戈菲，他们名义上的身份都是灯塔国的国民，只要他们没有杀人，灯塔国就能有充足的理由要求我们放人。而至于以间谍罪的罪名起诉这个人的想法，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在表面上，他们2个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触过我们的任何情报。我们虽然知道他们曾经窃取过一名国安成员的记忆，但是这种事情在外交上根本站不住脚，无法用来作为我们逮捕他们的理由。因此一旦让他们真的偷到了张伟的记忆，除非我们愿意在外交上撕破脸，强行把人杀了或者关押起来，否则的话，就只有将科布刀姆他们驱逐出境这一个解决办法。而到时候，科布刀姆就可以将自己从张伟那儿窃取到的关于未来的记忆全部转交给基金会。看不出来呀，基金会的人竟然会这么狡猾。我感叹道，也是他们运气不好，遇到了你呀。要不然呢，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张伟，也不可能抓住他们。的确，如果不是因为我提前一步知道了张伟的地址，基金会的人很可能就已经找到了他们，从而窃取走了张伟脑海中关于未来的记忆情报。而如果不是因为我最后刺伤了齐格斐，那么即使后来林千怡他们这一批援军赶到，那个刀枪不入的齐格斐也很可能会把他们拖住，从而让科布刀姆有机会上楼取走张伟的记忆。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最后的结果都会非常的糟糕。
所以说，看起来我这次是立了大功了。想到这儿，我脸上就不由得笑开了花。王军也笑了起来，病房里顿时充斥着任务完成之后我们两人喜悦的笑声。就在这时候，病房门忽然开了，高亮微笑着走了进来，嘴里同时说道：“四九啊，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我来接你回去。来，老王、四九，你们怎么在抽烟呢？”不知为什么，高亮最后一句话刻意压低了声音。我正疑惑为什么，便看他关上了房门，指着外面说：“我刚才看见小林拿着饭盒走过来了。”这一下我立刻慌了神，一步从病床上跳了下来，也顾不上什么公德心了，将烟屁股在窗台上压了一下，便扔了出去。至于王军那边的反应，却是应了一句老话：姜还是老的辣。只见王军并没有和我一样立刻把烟头丢了，而是冷静地招了招手，把高亮叫到了他的床边，随后就在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一把将手里的香烟盒连同烟屁股塞到了他的手里。老王，你这是干什么？高亮刚开口，病房门开了，林千怡端着为我准备的饭走了进来，正好看到了右手夹着烟头，左手拿着烟盒的高亮。病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几秒钟，随即便响起了林千怡如同河东狮吼一般的叫声：“高科长，病房里不许抽烟！”当天下午，在得到医生的许可之后，我顺利出院了。至于王军那家伙呢，听医生说至少还要留院观察1周的时间。按理说出院之后我们就应该返回调查小队的秘密基地，可奇怪的是，高亮他们却带我去了一处市中心的酒店，甚至连我落在基地的行李都已经替我拿过来了。不但如此，当他们带着我进入了我的房间后，林千怡还告诉我他们也已经搬过来了，就在我的隔壁。如果我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需要帮忙的话，就可以找他们。听到这句话，我终于忍不住自己的好奇，问他们道：“高科长，我们怎么搬到这儿来了？难道基地出了什么事情？”基地。高亮沉吟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呢：“这事儿忘了和你说了，基地那边我们已经不用去了，因为我们这次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所以调查小队已经解散了。除了要料理昨天晚上的后事，还有因为你而留下的我们之外，方健他们都已经回东海了。”解散了吗？我明白他的意思，看起来是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不但抓住了2名潘多拉特工，还顺利地把张伟和他的家人都接走了。上级领导便觉得已经不再需要继续维持调查小队的编制，就把我们赶了出来。我们暂住的那个基地原本就是一个秘密的军事重地，除了这次的事件之外，平时肯定还有其他用处，自然不可能让我们久留。想到这儿，我忽然想起张伟的情况，便问道：“高科长，那张伟那边上级现在是打算怎么处理他呀？难道是准备把他送到保管处那边看押起来吗？”张伟，你是说那个唐三藏吧？既然提到他了，那正好啊，你赶快把行李收拾好，一会儿和我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去干嘛呀？送他们一家人回家。什么？为了寻找唐三藏的下落，国家这次是不惜血本，不但付出了大量金钱和资源，还抽调了国内所有情报部门的优秀人才，甚至还把749局的办事人员都抽调一空。为了一个唐三藏，我们749局的正常工作都几乎停摆，可就是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才找到的唐三藏，竟然就在我们找到他之后还不到1天就要把人给放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国家不想知道唐三藏的预知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不想从他那里打听到更多关于未来的情报吗？又或者国家就不担心重新返回社会的唐三藏不会再次遭到基金会的窥视？就算是使用了749局的记忆消除喷雾，只要唐三藏依旧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就一定会再次成为基金会的袭击对象。毕竟只要知道了他预知未来的能力，没有任何国家和组织会放弃知晓未来而带来的巨大诱惑与利益。就是这样一个价值大到不可思议，
大到足以左右一国命运的男人，国家却这么轻易地把他放了，就算是刑事案的嫌疑犯，警察都会扣押72小时呢。我真不知道上面究竟是怎么想的。看到我一脸愤怒的表情，高亮先是愣了会儿，随后才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似的，轻声笑了出来。高科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得出来呀？王处长知道上面的决定了吗？我们难道就真的这样把唐三藏放回家？不放回家还能干嘛呀？难道要把一个普通人关上一辈子呀？普通人？他可是能够预知……等等，我突然愣了一下，随后问道：高科长，你刚才说了什么？张伟是普通人？他如果不是普通人，我们怎么可能放了他呢？高亮笑着说。我很惊讶地说，他不是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怎么能算普通人呢？难道是他的能力消失了？高亮哈哈大笑，对我说：49啊，我才发现呢，原来你的想象力也很丰富啊。能力者的能力怎么可能消失呢？我的意思是，张伟他从最初开始就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啊，那小子根本就没有什么预知能力。好了，高科长，你也不要卖关子了。一直在一旁默不作声的林千怡这时候突然插话的。他看了高亮一眼之后，回头对我说：没事，49啊，你把心放回肚子里，上级的决定并没有什么问题，过去其实都是我们想差了。接着林千怡便向我简单解释了上级放走张伟的原因。原来我们过去的猜测都错了，唐三藏他其实并不是能力者，也不是什么穿越重生的人物，他能够预知未来，其实靠的完全是一个我们都想不到的东西。事情的起因发生在差不多年初的时候，张伟在失业之后，连续做了几次小生意，都以失败告终。赋闲在家的他，受到了最近才开始流行起来的网络小说的风潮影响，决定转行做一名写手。某一天，他正在网络上搜集自己的写作材料时，无意中将自己手边的水杯打翻了，杯子里的水全都浇在了键盘上。张伟怕键盘被弄坏，便连忙拿出纸巾去擦拭键盘，结果一连串按键被误按了下去。等到他把键盘擦好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的浏览器上竟然已经输入了一串如同乱码一样的错误网址。如果当时张伟直接把浏览器关了，就没有后来的事情发生了。可是那个时候他却鬼使神差似的按下了键盘上的回车键，打开了那个网址。而且没想到，这个看似毫无意义甚至不符合网站域名格式的网址竟然被他打开了。在浏览器中出现了一个张伟从来都没有见过，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过的陌生网站。第一眼看去，这个网站类似现在网络上的一些门户网站，网站里的内容按照类别划分了许多板块，分别包括了国内事件、国际事件、军事、历史、娱乐、体育等等内容。开始张伟还以为自己是无意中打开了某个企业还未公开正在制作中的新门户网站，好奇的他便点开了网站上的几个导航条，看了几眼上面的内容。可没想到的是，他点开的第一个内容就让他惊呆了。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卸任演讲，而新闻标题后面标注的日期是2024年的某一天。特朗普？那是谁呀？现在的美国总统不是小布什吗？张伟惊讶过后，又觉得自己一定是打开了一个愚人节网站，否则的话，为什么这篇新闻的日期竟然是在2024年呢？不过虽然是愚人节网站，可这个网站上的内容倒还编得真不错。比如说他看到的这条新闻上，就还专门找了一张发型好像扁帽一样的外国老头的照片，再加上那逼真的白宫背景，如果不是这新闻里的2024年太过离谱的话，对国外不熟悉的人一看，还恐怕真的以为美国总统是个叫做特朗普的老头呢。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
可当张伟看了更多发表在这个网站上的新闻之后，却开始忍不住有些怀疑，他看到的这个网站真的只是一个愚人节网站吗？因为除了文字类的新闻之外，网站上还有许多视频类的新闻。因为网速的问题，张伟没有办法一个个全部看下去，便随便下载了几个他感兴趣的新闻视频，其中包括了一条娱乐新闻，还有几条体育新闻。在这些新闻里，张伟终于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无意中登录的这个网站上的内容竟然是来自未来时空的。比如说，在他下载的一条某位男演员在颁奖典礼上发表的获奖感言的新闻视频，现实中这位男演员才刚刚过了20岁生日，还是一个鲜嫩的小鲜肉，可是在视频里他却已赫然变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叔。而在另外一条体育新闻里，一位现实中今年才代表他的祖国参加足球世青赛，刚刚在国际足坛上有了一些名气的某位年轻球员，却在画面中满含热泪地发表了他的退役声明。一条、2条、3条。当张伟用了整整1个通宵的时间将这个网站上的内容大致浏览了一遍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竟然无意中打开了一个来自未来的新闻网站，而他自己则恐怕成为了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知道世界的未来将会如何的人类。知道了未来之后，自己该做些什么呢？张伟做出了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的决定，那就是利用未来的情报来为自己谋取大富贵。只是不知为什么，在发现了这个未来网站之后，张伟的发财梦却迟迟无法实现。他想要依靠未来的情报来发财的一系列尝试，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张伟的第一次赚钱尝试是在双色球上。2003年，国家刚刚推出了双色球彩票，在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里，奖金池就已经累计到了1亿元。而在张伟发现的这个未来的门户网站上，就有专门的双色球彩票栏目，里面不但有20多年后彩票的开奖信息，在彩票历史新闻中还记录了好几个曾经开出过头等大奖的双色球号码。因此用双色球彩票来赚钱，在张伟看来无疑是一件最为轻松的赚钱方式了。但是没想到1个月之后，张伟却发现自己的彩票发财梦竟然破裂了。他依照着网站上给出的双色球号码买下的好几期彩票，无一例外全部都没有命中，其中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赢了个3等奖，差不多3000元左右。运用来自未来的情报赚钱的第一个尝试就这样失败了，这让张伟有些奇怪呀。为什么他明明是照着未来的信息买的双色球，竟然会不中呢？百思不得其解的张伟最后给自己想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双色球一定是被人操纵的。那些幕后操纵双色球的人一定是因为看到了有人买了这个号码，便故意的使用手段修改了最后的中奖号，才让他没有中到大奖。靠双色球发财的美梦虽然破灭了，不过张伟并没有放弃希望，很快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尝试。这一次他将主意打在了股票上。不过这一次张伟却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虽然知道未来会大涨的股票有哪一些，却不知道这些股票在现在这个年代里的走势。毕竟他从未来网站上所能看到的股票最多也就只能回溯到10多年前的数据，再久远一些的就看不到了。这毕竟只是一个未来的新闻门户网站，并不是真正的股票软件，所能追溯到的历史数据有时间的限制。因此张伟虽然知道现实中有哪几个股票会在未来暴涨好几10倍，却无法细化到清楚这些股票在20年前的走势。而不巧的是，刚好这一年的大半时间里，中国的每一只股票都几乎深陷在了股灾的泥潭中。
因为之前几次创业失败，张伟的积蓄早就已经花费一空，现在买股票的钱也基本上都是他的父母省吃俭用下来的，准备以后给张伟结婚用的老婆本。因此在得知张伟所买的股票价格一路下跌之后，他的父母便忍不住要他赶快割肉。虽然张伟自己清楚这些股票未来一定会大涨，可是他却无法向自己的父母解释。眼看股价一路下滑，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张伟终于还是没有扛住压力，选择了割肉走人。于是他第二次赚钱的尝试又一次失败了。明明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却连续2次都失败了，这真是让张伟有些哭笑不得。而且这一次在股票上的投入还让他损失巨大，以至于父母都对他现在这样无所事事地待在家中越来越不满。一方面不想因为外出工作浪费赚钱的时间，一方面又因为父母的压力而必须给出一个交代。张伟只能重新拿起了笔杆子，重新把已经放下的写书计划端上日程，准备先赚一些稿费来化解下父母的压力。而这个时候，张伟却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其实在写书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利用到来自未来的情报啊。他记得自己曾经看过的某篇关于网络文学的未来新闻中，曾经提及过，在未来，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娱乐消遣方式。许多网络小说作家也为自己的作品而实现了发家致富的梦想。一想到自己在新闻上看到的未来20年后那些畅销网络小说作者们的收入排行，张伟的心脏就忍不住剧烈跳动起来。既然写小说也能写出几千万来，那为什么他不通过写小说的方式来赚上一笔呢？虽然自己当初想写网络小说仅仅只是兴趣使然而已，可是现在的张伟却已经比过去拥有了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他完全可以抄袭那些在未来网站上最为畅销的网络小说。在张伟找到的未来网站中，有一个读书板块，里面包含了几乎所有过去20年里的畅销的网络小说，只要他随便在里面找上几本写下来，就可以发大财。这么容易的赚钱方式，他怎么早没想到呢？想到这里，张伟说干就干，在和家人沟通给了1个月的期限之后，他立刻便开始投入了抄书的工作中。而这一次幸运降临了，张伟的第1本书刚刚在网络上发表，便立刻大红大紫了起来。虽然赚到的钱短期之内还不多，但是他的名声却一下子在网络上打开了。而且就在他第1本书完本之后没多久，就有一家出版商找上了门，想要和他商谈出版事宜。看到拿到手的版税，张伟愈发坚定了写作赚钱的信念，很快便开始投身进第2本书的写作中。而这一次他的家人也总算是没有再给予他反对，而是支持了张伟的决定。当听到高亮提到的张伟第1本作品的名字时，我立刻想到了那天晚上在三胖宿舍里看到的那本网络小说，心里顿时忍不住骂了那个死胖子一句：傻缺呀！原来搞了半天，我们这些调查处的人员当中，最先知道张伟的原来就是那个死胖子。因为他当初废寝忘食在宿舍里看的那本网络小说，正是张伟写的第1本书。难怪我们之前依照三胖给出的可疑人物名单，搜索了大半个中国都没有找到张伟的下落。原来他其实是在利用写作来赚钱呢。说完了张伟能力的秘密后，高亮又对我解释了这一次事件的起因，也就是张伟在依靠未来网站上的情报赚钱之后，为什么会突然又生出了将未来的情报告诉国家的原因。在网络小说圈子里闯出了名气后，张伟的朋友圈也一下子多出了许多网络写手。这些人在网络上共同组建了一个 QQ 群，没事就互相聊一些小说创作上的话题。某一天，张伟的 QQ 群里忽然有一个都市小说的作者
和他们聊起了一个创意：如果一个人能重生回到过去，他该如何帮助国家？这几年，随着网络的开放，一些政府的负面消息不断通过网络这种新的传播方式而四处传扬了开来。虽然里面有许多消息后来被证实为不过是谣言，但还是让许多年轻人对国家产生了不信任感。而这种观念反映在网络小说的圈子里，就造成了当时许多重生类的网络小说的主人公都会尽量避免和政府扯上关系，独自享用着重生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这位作者聊起来的话题很快就在群里面引起了争议，许多人都表示了不解，觉得如果重生了，还是不要和政府扯上关系比较好啊，要不然难免就会扯上一些贪官污吏的问题啊，引起小说网站的封杀不说，读者也不爱看。另外一些人呢，则是觉得重生了还要找政府，太不合常理。难道主角就不怕被人当作小白鼠切片研究吗？至于张伟本人呢，由于未来网站的原因，对于这个话题自然就更加关注了。他曾经也想到过是否应该将未来网站的事情告诉国家，可是这个念头却因为害怕自己泄露了秘密之后被国家抓去做研究而不了了之了。但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忽然在群里面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如果一个重生的人物完全不关心国家，整天只想着泡妞发财，那这种主人公和一些作品里的反派人物又有什么区别呢？网络小说目前为止虽然只是一个满足读者梦想、发泄读者欲望的读物，可是他们这些作者自己难道就不能注意一下，尽可能的在作品中写出自己的正能量吗？在这个作者的带动下，一些人开始在群里面群策群力，推演一个人如果穿越到了过去之后，可以在哪些地方为国家做出贡献来，从如何与国家取得联系又不会被抓住禁锢自由，到和国家取得联系之后该对国家提供哪些来自未来的情报。一群人讨论的不亦乐乎，而一直在群里默默观看他们讨论内容的张伟也终于在这时候产生了向国家提供关于未来的情报的念头。张伟并不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更不敢大声地对所有人说自己爱国，可是在内心深处呢，他始终是爱着他的祖国的，幻想着能够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出一份力，尽一份责任，哪怕是只让祖国变得比他看到的未来更加强大一点也好。抱着这个念头，张伟开始有意识地加入了群里的讨论，并且根据群里面众人群策群力的结果，详细策划出了自己该如何在隐瞒身份的前提下与国家取得联系，向我们送出来自未来的预言的一系列计划。听完了高亮的话，我心里不禁对那位不知名的作者升起了感谢之意啊。如果不是他在 QQ 群里的言论的话，恐怕张伟就不会在后来和国家取得联系，而国家也就可能因此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想到这儿，我又对张伟的未来感到了好奇，便问道：高科长，张伟是已经把那个未来网站的地址交了出来吗？高亮点了点头，对我解释道：其实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张伟自己就已经生出了将未来网站交给国家的念头了。在张伟寄给我们的第2封信里，他依照未来网站上的历史新闻向我们预言了东南亚海啸的发生，可最后这次海啸却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让张伟对未来网站上关于未来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产生了疑问。因为担心如果未来网站上的内容其实都是虚假的，那么他继续向国家提供情报，会不会反而导致国家在未来战略上判断失误？一方面是希望能继续给国家提供关于未来的预言，另一方面却又担心自己提供的都是错误的情报。患得患失下，张伟便已经渐渐开始考虑是否要把网站交出来，让我们直接对网站上的内容进行研究。
以此让我们自己来判断是不是要相信网站上的内容。与此同时，张伟对于自己依靠抄袭未来的大红大紫的网络小说来出名的事情，也产生了厌恶的心理。虽然害怕失败，但是张伟更加害怕自己未来会沦落到必须依靠抄袭才能出名的地步。比起抄袭别人的作品来出名发财，张伟更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写出能够让读者喜欢、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张伟的作家之魂觉醒了。于是在这次被国家找到之后，张伟几乎没有多少犹豫，便将未来网站的网址交了出来。听完了张伟的故事之后，高亮便带着我和林千怡两人一起离开了宾馆，前往了张伟家附近的一个派出所。在交出了网址之后，张伟和他的家人已经被转移到了那里，而我们三个人一会儿则要伪装成派出所里的警员，在对他们进行记忆消除工作之后，将他们一家人平安送回家中。没有奖励，没有表扬，在被清除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全部记忆之后，张伟和他的家人被灌输了昨天晚上他们一家人因为遭遇了入室盗窃而被警察带走的记忆。这个处理结果，根据高亮对我的解释，其实是张伟本人自己提出来的。他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次的事件而担心受怕，也不好意思因为自己为国家闹出了这么大动静而受到什么奖励，只希望能够继续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和他们一家人告别之后，我问高亮，张伟日后真的能够平安无事吗？基金会还有那些外国间谍日后真的不会再骚扰他们？高亮说，在他想来，在看到我们把张伟放回去之后，只要基金会的人稍微动些脑子就会明白，张伟一定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然我们是绝不可能就这么光明正大的把他放回来的。而且基金会再派类似科普刀姆那样能够窃取记忆的特工来找张伟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关于记忆消除喷雾的事情，基金会的人同样也是知道的。他们只要看到张伟被放了回来，就一定会清楚他已经接受了记忆消除。就算基金会的势力再怎么庞大，经费再怎么充沛，也不会有功夫对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普通人下手了。说到这儿，我又问他，那国家对于张伟有没有考虑过给些什么奖赏啊？不管那个未来网站上发表的未来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可张伟终究还是对国家做了一件好事，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想过把上面的内容交给国外的人。对于张伟，就算他本人没有提出什么要求，组织上也应该考虑一下啊。对于我的疑问，高亮当时也没能给出答案。而自那天之后，我也再没有亲眼见过张伟本人。虽然如此，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张伟的名字却再次传入了我的耳中。那个时候，张伟已经成为了一个知名的网络小说作家，虽然没有了关于未来网络小说的记忆，但他却真的依靠自己的能力攀登上了网络小说作家的顶峰，连续多年成为了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的冠军。对于张伟的成功，网络上众说纷纭，有说他勤奋的，又有说他运气好的，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张伟成功的背后其实有高人关照。因为在后来历次政府针对网络小说进行的扫黄打非行动中，只有张伟的作品自始至终都没有遭遇过政府审核部门的刁难，而且他还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成为全国作家协会委员的网络小说作家。这个传闻虽然说的有鼻子有眼，但却没有任何证据，大多数人都只是把这些当做了坊间传闻随便听听。然而当我听到了这个传闻之后，却终于明白了，原来国家并没有忘记他，一个曾经渴望为国出力的唐三藏。和张伟分别之后，我们在京城的工作也接近了尾声。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出发前往京城某部营地
执行记忆清除工作。这一次的工作对象也是我们的熟人，2名基金会潘多拉特工科布岛姆与其格菲。在我们空闲下来的这几天，听说上峰一直在和基金会进行谈判，讨论这2个人最后的处置结果。虽然不能以间谍罪名起诉这2个家伙，但是国家也并没有打算就这么轻易的把他们给放了，正准备以袭警的罪名走刑事诉讼流程。到时候如果再耍些花招，故意拖延审判流程，应该还可以把这2个家伙关上好几年。掌握超人能力的潘多拉特工，即使是在基金会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对于我们的打算，基金会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一方面，他们借着2名特工灯塔国国民的身份，让灯塔国政府直接出面施压；另一方面，基金会自己也派来了特使，和我们的人展开了一次漫长的谈判。而我们这次的任务便是谈判的最后结果。2名潘多拉特工将在清除在中国的记忆之后立刻驱逐出境，而基金会对此付出的代价则是让灯塔国释放最近被逮捕的1名大陆在 CIA 的卧底。这名卧底就是当初从灯塔国紧急传来通讯对我们警示的那名特工。在向国内传回消息之后，这名特工便遭到了暴露而被逮捕。现在利用2名潘多拉特工为条件，正好可以把这名为国家做出奉献的英雄平安无事地交换回来。整个任务进行得非常顺利。749局的记忆清除喷雾不但对普通人，对能力者也一样有效。就算是科布岛姆这个能力与记忆有关的能力者，在吸入了大量的记忆喷雾之后，也彻底遗失了自己来到中国之后的所有记忆。清除了科布岛姆2人的记忆之后，又差不多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来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确认他们的记忆的确已经消失之后，我们便返回了落脚的宾馆，开始收拾行李。因为在回宾馆的路上，高亮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王军打来的。他告诉我们自己正在办出院手续，要我们通知调查处所有还滞留在京城的人员立刻回宾馆收拾行李。等到他一回到宾馆之后，便和我们一起出发返回东海，重新开始749局的正常工作。在我们收拾好行李之后，王军果然就回来了。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许久不见的3胖。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这家伙在这几天里一直都还在那个超算中心里。3胖这次为了寻找唐三藏而开发出来的数据模型，虽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是却得到了中心里的其他专家们的一致好评啊！他们都认为可以把3胖的模型修改一下，然后在别的领域使用。于是这几天3胖就一直留在了那里，协助别人修改自己的模型程序。说到这里，3胖忽然还神神秘秘地对我说：“49其实除了这件事啊，这几天我还有别的经历，你想不想听啊？”哼，还说不说呀？你还能有什么经历啊？3胖贼溜溜地看了一眼正在和高亮谈事情的王军，便在我耳边低声说：“其实除了修改模型呢，我这几天呢还受王军嘱托写了一封收容物的报告。收容物？这几天我们又找到新的收容物了。”我愣了一下，随后才明白他说的那个收容物其实就是这次唐三藏交出来的那个未来网站。3胖告诉我，张伟交出来未来网站的网址之后，组织上立刻秘密召集了在经济、政治、军事、历史等领域的专家人物，对网站上的内容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分析的最后结果，上级将未来网站确认为甲级收容物，并且交给了我们749局进行进一步的后续处理工作。因为这次的收容物涉及到网络科技，而3胖是这次调查员之中对于网络科技最为熟悉的调查员，因此呢，王军便将未来网站的调查报告最后的撰写工作
交给了三胖负责，而他也才因此知道了关于未来网站的真相。根据三胖在撰写报告时看到的资料，那些专家们对网站进行分析评估，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张伟到底有没有对我们说实话。当初他寄来的第2封信上的错误预言，究竟是因为张伟故意对我们提供了虚假的预言，还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未来网站上的内容其实本来就不可靠呢？可是在经过研究之后，那些专家们却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和王军当初给我们做的推测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这个所谓的未来网站上的内容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而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简单点说，张伟无意中找到的这个未来网站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平行世界的门户网站。这个平行世界虽然和我们的世界一模一样，但是它的时间流速却比我们快了整整20年。除了时间不一之外，那个世界的许多方面的走向也和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差异。就比如说张伟提到的那次印度洋海啸，在平行世界中是真实发生了的，而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海啸就并没有发生。而两个世界发生分歧的具体原因，专家们虽然没有找出答案，但是却通过网站上关于那个平行世界的历史报道找到了最有可能的分歧点，也就是911事件。根据专家们在未来网站上搜集分析的资料，网站中的世界和我们现实世界之间，两者在911事件前发生的大事件完全一致，而在911事件之后，两个世界的走向却开始出现了偏离。分歧之初，两个世界里只是产生了一些著名人物死亡时间不同的区别，而到了后来，两个世界之间的分歧却开始涉及到了金融、军事、政治等领域，甚至在911事件之后的第3年，两个世界的分歧已经大到了一场在平行世界发生的东南亚地震在现实世界中却没有出现的地步。听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了张伟曾经想要依靠买双色球发财致富的那次尝试，难怪他当时买的双色球都没有中奖。原来真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双色球被人操纵了，而是因为两个世界之间出现了差异的缘故。既然两个世界差异那么大，为什么又要把未来网站定义为甲级收容物啊？我问三胖，虽然两个世界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可是在某些地方呢，那个网站还是有很大的价值啊。三胖告诉我，那些负责研究未来网站的专家们最后对它的价值得出的结论是，有鉴于两个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离，通过平行世界来推断预测现实世界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不可能而且无意义的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未来网站在技术等领域研究上却还有足以影响国家命运的巨大价值。听了他的解释，我明白了很多。因为不管世界的走向有多么不同，可这毕竟是未来20年后的世界的网站呢。上面的内容不管是军事、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能为国家在未来的建设中提供宝贵的参考资料。这样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被定义为甲级收容物，那反而才要感到奇怪了。这时候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不过这次的收容物是一个网站呢，网站这种东西我们该怎么收容啊？难道是把网站服务器搬走吗？说起来，这个未来网站有服务器吗？当然没有了。三胖说，我们已经解析过网站的 IP 地址了，得出来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我判断这次的事件呢，很可能是因为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才让那个网站能够被我们访问到，而并不是有人在现实世界中搭建了一个有平行世界内容的网站，也只有这种可能了。我点头表示赞同。不过对于这次的收容物，我还有另外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三胖，那这个网站局里打算怎么收容它呀？网站又不是实物，一个没有实体的东西，
我们怎么把它收容起来呀？可如果不收容的话，万一以后又有人无意中登录了这个网站的地址怎么办呢？提到这个，三胖的脸上忽然露出骄傲的神色，挺着胸膛对我说：“嘿嘿，说起来，这次的收容措施也是我提出来的主意哦。网站这个东西啊，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在物理上隔绝它，可是却可以用别的方式让这个网站无法登录。三胖说的这个方法叫做 DDoS 攻击，具体的原理他虽然给我解释了一遍，但是因为太过高大上的缘故，我完全没有听懂。还是后来他换了一个说法之后，我才稍微了解了一点。三胖对我说道：“我们可以把未来网站当成是一家商铺啊，而我们749局啊，则是一个与他有竞争关系的对手请来的恶霸啊，准备通过非常手段来让这家商铺无法营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恶霸最常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当然就是找一群人挤在那个商铺的门口赖着不走，不让别的客人进去喽。啊，亦或者我们也可以找一群人去商铺里拉住那些营业员问东问西，让他们没有办法来招待别人。总之呢，使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对网站进行的攻击，就是 DDoS 攻击了。虽然三胖的这个解释有些不合适，竟然把我们堂堂749局比成了一个恶霸，可是大致的意思我却是已经懂了。反正这个办法大概就是我们自己同时让很多台电脑去登录那个未来网站，从而让别的人登不上。在三胖的提议下，前来处理未来网站的收容处负责人已经调集了上千余台电脑，并且在三胖的操纵下开始了对未来网站的 DDoS 攻击，使未来网站陷入了无法登录的状态。日后除非是有研究需求，否则对于未来网站的 DDoS 攻击就永远不会停止。我和三胖这边聊得火热，另一边收到返回命令的调查处成员也开始陆续返回了酒店，一个个收拾行李准备回东海。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后，所有人都已经回来了，王军便让高亮牵头带人先行一步前往我们来时的那个机场，局里的飞机已经等在那里，到时候全员就搭乘那架飞机返回东海。听到了王军的命令，高亮应了一声后又奇怪地问：“老王，你难道不回去吗？”“当然回去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去见一个人。”说到这儿，王军忽然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四九，过来。”哎，我和三胖道了个别，便小跑着冲到了王军的面前。“王处长，你有什么事吗？”王军看了一眼身旁一脸好奇的高亮，挥了挥手让他离远点，随后才悄悄对我说：“走，和我出去一趟。”我问他去哪里，王军对我露齿一笑道：“嘿，你还记得1号首长曾经对你许下的承诺吗？他老人家为了那个承诺，现在要见下你啊。”见首长这件事情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我还是被吓得一个激灵。我记得上一次见首长时，首长曾经对我许下承诺，说是为了奖赏我找到唐三藏的线索的功劳，可以让我任意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当时呢，因为我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就给推脱掉了。没想到1号首长他老人家竟然还记得这件事，而且还竟然为了这件事情又要专程见我一次。首长，您老人家这么说话算话，我真的是压力很大呀。于是我对王军说：“王处长，要不你替我去和首长说一句，就说我自愿放弃这个奖励算了。”王军目光有些凌厉地说：“怎么，首长要见你，你还敢不去呀？”我连忙摆手道：“不，当然不是了。可首长要我提要求，可我哪有什么要求敢提呀？”“哎，好了好了，你不敢对首长提要求，可首长要见你，我也不敢不带你去呀。”王军手一扬，制止了我的解释，继续说：“而且首长这次要奖励你，也不只是为了奖赏你的功劳这么简单。老实告诉你，这次的事件让首长们亲眼见到了能力者对国家的帮助，因此1号首长已经说服了其他首长们，未来呢，
要放宽对招收能力者进入749局的限制，让更多的能力者进入749局，为国家效力，彻底摒弃过去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能力者就全部关起来的处置办法。王军带着我开始朝外走去，边走边继续说道：虽然在你加入局里之前，我们已经放宽了对能力者的限制，但其实你也看到了，我们局里的能力者连同你在内一共就那么几个人，而且还基本上都集中在了整个局里工作最为清闲的科室里，也就是你们3科。这么做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有些首长对于你们能力者还是不太信任，不希望看到你们接触太多局里的事务。不过这一次啊，因为你的缘故，让那些首长们都看到了能力者的作用，再加上这次大家亲眼见识到了基金会潘多拉特工的厉害，区区2个人就能在国内横行无阻，连首长的警卫排都对付不了他们，这才让那些老顽固们被说服了。说到这儿，王军转到我面前，指着我说：四九啊，我不妨明白地告诉你，这一次首长就是要拿你树立典型啊，通过对你实施奖励，彻底让那些对能力者还抱有疑问的人闭上嘴巴。所以你啊，就不要考虑该不该接受奖励了，现在你想要的应该是一会儿对首长提什么要求才合适啊。是。听了王军一席语重心长的话，我连连点头。而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已经走出了宾馆，一辆熟悉的红旗车已经等在了外面。王军领着我上了车，随后便直奔1号首长的所在地。当红旗车在街巷中绕来绕去，我的一颗心也在一直跳个不停。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再次去见1号首长，我多少还是有点紧张。而且老实说，一会儿我究竟应该对1号首长提什么样的奖励呢？老实说啊，我自己脑子里一点头绪都没有。我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自骂了自己一句：哎呀，早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啊，我这应该找三胖、高亮或者林千怡他们商量一下才对呀。想到林千怡的时候，我打了一个激灵，在头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让自己感到纠结的念头。我为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在心里打了自己2下。想作死啊你！首长让你提要求，你就真的敢提这种要求？我马上收回了信马由缰的念头，可是在心里面却觉得自己刚才的念头真的是自己目前唯一希望首长能同意的一个要求了。不久之后，车子终于又停在了我们曾经来过的那个小院子里。熟门熟路地穿过院子，我又在上次的那间屋子里见到了首长本人。这一次首长没有再和我寒暄，而是单刀直入地说：小林同志啊，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啊，不但找到了唐三藏，听说连那2个基金会的特工也是因为你才被我们拿下的，连续立下2个功劳。国家如果还不对你有些表示，连我自己都看不过去了。你有什么要求，现在就说吧。我犹豫了半晌，一咬牙也单刀直入道：报告首长，我希望首长您能让林千怡的妹妹重获自由。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之后，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让林千怡的妹妹重获自由，这就是我目前为止能够想到的唯一要求了。听了我的话，首长还没有说话，王军却已经对我说：四九啊，让你提要求，你怎么还真的狮子大开口了呢？你这个要求别说首长，我都不能同意啊。首长阻止了王军继续说下去，问他：小王啊，林千怡的妹妹是谁呀？王军转过头低声对首长做了解释。首长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她呀。我在一旁听了有些意外，难道林千怡的那位妹妹这么有名吗？似乎连首长也听过她的名字。而这时候首长也对我解释道：小林同志，你这个要求啊，真的让我很难办呐。你知道那个叫林千然的女孩的能力吗？我摇了摇头。事实上，光是林千怡有一个妹妹的事情，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至于他被局里限制了自由的真正原因呢，我却是一点也不清楚。我的反应让王军叹了口气，他随即在一旁替我解释，林千然既是林倩怡的妹妹，又是林爱国的女儿，无论是他们哪一个人都对国家有功啊，你就不想想为什么他的亲人我们却会一直软禁着他的原因呢？原来林千然会被局里一直实施软禁的真正原因在于他那非常危险的能力，和仅仅是力量超过常人的林千怡不一样。林千然的能力更加特殊，具体表现有些类似民间流传的跳大神儿，他可以召唤已经逝去者的灵魂，将其附身在自己的身上。通过这种能力，林千然可以将死者重新拉回现实世界，从而得到已经死去的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帮助。这种能力虽然乍一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危险性，但其实却隐含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只要是死者，在林千然面前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国家对于林千然一直以来实施软禁措施的原因就在于此。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